Hello， 大家好，我是崔面宇。听我的故事睡不着，你来找我。今天呢，我们来讲台湾传奇鬼才倪海厦。不知道大家听过他没有啊？那位让无数人惊叹的台湾医学鬼才啊，以及命理高手倪海厦。他的故事呢，就像一台穿梭古今的奇遇。这一切呢，都要从一个神秘的传说开始了。故事呢，就要回到1990年了。台湾当时当红的女星彭雪芬呢，正在被婚姻的波折所困扰。当时听朋友圈都赞誉一位名为倪海厦的命理大师呢是位高人，他就决定亲自登门拜访，想从这位传说中的神乎其神的命理大师那里求得一丝指点。见面落座之后呢，这个彭雪芬呢就报上了生辰八字。倪海厦一听呢，神色立刻变得很严肃，他用很深沉的声音告诉这个女性说：“你的先生呢，半年之内将遭遇大祸，务必警惕。”当时这个女性一听呢，心里呢顿时不悦。她本来是想要问自己的婚姻现在不是很顺嘛，要怎么处理？没有想到对方却冒出如此不吉利的话。她心想，肯定又是某个江湖术士用大话来吓人，在故弄玄虚嘛。于是她强忍着不快，接过倪海厦递来的这个命理书呢，便起身告辞了。倪海厦看出了她的不悦，却仍旧严肃地紧盯着她看了2眼，并郑重地嘱咐她说：“如果以后还需要什么帮助呢，尽管来找我。”于是这个彭雪芬呢，敷衍了几句拂袖而去。然而命运的齿轮呢，早已经开始转动。到1990年的12月18日晚呢，噩耗传来，彭雪芬的先生当天在家门口被绑匪劫持，绑匪打电话呢勒索1亿新台币，而彭雪芬呢顿时手脚冰凉，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倪海厦的那一句预言般的警告。于是他二话不说呢，立刻飞车赶到了倪海厦的住处。他说：“倪先生当初我有多不敬请您务必原谅。您说的祸事真的发生了，求您再次给我化解之法。”而彭雪芬呢，诚恳的道歉，语言呢略带哀求。倪海厦呢没有丝毫的责怪，立刻呢又为他卜了一卦。之后倪海厦立刻指示他说：“带钱去赎人，但千万呢不要让警方在赎人的期间介入。等拿到钱后，你先生平安回了家，然后你再报警。只有这样呢，你的先生才能活。”于是彭雪芬照做了。最终呢，他的先生顺利回了家。当时呢，这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正是台湾最著名的吴官宝犯罪集团绑架富豪吴东亮一案。而那位经历生死之劫的女星呢，正是1978年至1984年活跃在台湾影视圈的彭雪芬。而彭雪芬1984年加入豪门吴家嘛，因其影星的身份呢，被夫家轻视，甚至呢不允许她与吴家人共同上桌用餐。然而经过这次舍身救夫的壮举呢，彭雪芬就赢得了吴家人的尊重，正式成为了受人尊敬的豪门少奶奶。那么这位命理如此精准的倪海厦究竟是何方神圣呢？他那神乎其神的本事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倪海厦的故事呢，要从他的祖父辈说起了。倪海厦的祖籍呢，是在浙江省的瑞安市川岭镇下村，当地是流传着一个古老传说的，就是明朝开国的军师刘伯温曾路过此地，他告诉村民说，村子附近呢有一块精确锦鲤地，谁家呢若能在此地安葬祖坟的话，后代必将出名医文豪。而300年的岁月流逝呢，村里却无人知晓精确锦鲤地究竟在何处。直到1930年代的一天呢，一个惊人的消息打破了平静。倪海厦的祖父呢正在家中休息，一位村民突然跑来大喊说：“你家的祖坟出事了！”祖父立刻呢急忙追问，村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有人听见倪家的祖坟晚上总是争吵不休。于是他们便亲自呢撬开了木门，想一探究竟。结果就发现呢墓内灌满了积水，一条彩色斑斓的锦鲤呢在水中游动，而腐烂的棺木上呢则站着一个金黄色的麻雀。于是众人看到之后都惊呼说，原来你家的祖坟藏在精确锦鲤之地。当时的倪祖父呢闻言心中大惊，连忙追问村民村民们就说，木门被撬开时呢，那只金雀和水中的锦鲤呢似乎正在吵架，但木门一开呢，金雀和锦鲤立刻停止了争吵，而金雀呢随之展翅高飞，消失得无影无踪。锦鲤呢也奋力地跳出了水面，落在了地上，蹦了几下，竟然翻过了墓室所在的山坡呢，也消失不见了。看到了这一幕呢，打开木门的几个人全都傻了，抓起工具呢就仓皇而逃。于是倪祖父听到了这里也急了，祖坟找到了金雀锦鲤是好事，但是如今金雀和锦鲤都跑了呀，而且还又动了祖坟的风水，那可就更糟了呀。于是他急忙呢跑到墓地去查看，确认墓穴内呢有积水，棺木呢已经腐烂，但并未被移动。
你祖父呢这才松了口气啊，赶紧找人重新填埋墓穴。就是这件奇事发生之后呢，村里人便将倪家的祖坟呢称之为金雀坟，井里消失的山坡呢则被称为井里崖，而这些称呼呢至今仍然在沿用。而倪祖父的儿子倪志林呢，也就是倪海厦的父亲，于1946年赴台，在国立政治大学统计研究所深造，后来呢在政治研究院呢担任5年的研究员，又出任农业发展处处长。倪志林在台湾结婚生子育有6个孩子，4个儿子2个女儿。倪海厦呢是家中的老二，出生于1954年。倪海厦自幼呢聪慧过人，但也出了不少淘气的事情，没少挨打。他的兴趣广泛，尤其是热爱吉他。少年时代的他呢，甚至梦想成为一名吉他歌手。然而二姐的一次求助呢，彻底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倪海厦的二姐呢，名叫倪岛子，青春期后患上了严重的痛经症。当时年轻的姑娘家害羞呢，不便去医院就诊。他就觉得弟弟聪明，或许能够帮上忙嘛。也许是受到了金雀锦里地传说的影响呢，认为名医呢会出现在自己的兄弟姐妹之中，所以倪岛子呢就跑到书店买了一套医宗经鉴，就交给弟弟将自己的病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希望他呢能够凭借此医书呢找到解药。而年轻的倪海厦呢不负重托，立刻就埋头苦干，就开始研究这个医宗经鉴了。经过一段时间的钻研呢，他竟然真的找到了一个方子。他写好了药方，还交给他姐姐，让他姐姐呢照药方抓药，煎药熬药，那会儿吃中药。而倪岛子呢也胆大，就拿着这个弟弟写的方子毫不犹豫就是照单全收了。结果呢奇迹发生了，服药3次之后呢，他的痛经症状竟然永远告别了。这种单纯的信任换来了如此的奇效。老父亲一看呢惊叹不已，就觉得哇，那个金雀锦里地的传说居然真的应验在倪海厦身上了。于是呢，他就鼓励倪海厦报考医学院。从那时起呢，倪海厦就放下了吉他，一头扎进了那些古老的医书之中。他如饥似渴的就开始阅读起了古代医学著作，随后又学习了针灸，拜名医周佐宇为师，潜心研究医术。他甚至还去了基隆的一家著名的中药行当呢，当了1年的学徒，学习了中药的这些医师们各种的疑难杂症。然而倪海厦并未完全沿着医师的这条路走下去。高考的时候呢，他也报考了东海大学政治系，而非医学院。倪海厦呢如愿考上了大学，随后又经历了一段奇遇。在政治系研读期间呢，他遇到了一位道人，这位道人向他展示了占卜的神奇。从此以后呢，这个倪海厦不仅钻研医学，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个道家的术数类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呢，踏上了医命双修的传奇之路。他不仅是医学的鬼才，更是洞悉天机的命理高手。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呢，说要成为一名顶尖的中医名医呢，必须要做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嘛。而这一切呢，就离不开道家武术的理解与灵活的应用。那何为武术呢？武术这个概念呢，就是由道家的明陈派第13代传人张耀文提出的。他将道家的各种奇术呢归纳为5大类。比如说山是指修仙之术，道家的修行者呢常在深山老林里找那种僻静之地呢进行修行，所以就称作为山。而医呢就是中医，指中医的各个门类，与道家文化呢渊源极深。而命呢就是命理推命，指的就是算命的各种方法，比如说紫微斗数、子平八字铁板神术等等。而相呢就是指面相风水，通过分析人的面相手相呢了解命运，或者是观察阳宅宅相、阴宅风水来判断呢家族的运势。而卜呢就是占卜预测，是一种预测学嘛，它可以通过推测事件发生的发展结果。最著名的方法呢就有奇门遁甲、太乙神术、6人等。那倪海厦在大学的1年级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武术的要领，并逐渐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派，称作易判相术宗。而他的大学校园生活呢成了他实践的道场。当男同学来问我追某个女孩的时候有没有戏的时候呢，这个倪海厦就会帮他的同学来看一眼，然后斩钉截铁的说算了吧，你没戏。当同学们忐忑不安地问他说今年的期末考试我能不能过的时候呢，他会凝视着对方的面相再卜一卦，然后告知对方呢4科不及格，你回去好好准备。所以倪海厦的看相卜卦呢总是奇准无比。然而他呢高人的这个名头呢真正打响则是在1975年。那是在1975年初嘛，倪海厦为自己算了一卦，然后呢就对同学说今年是乙卯兔年，大喜水命，一位属猪的大人物呢恐怕熬不过去了。
时间呢是在桃花4月。同学们一查呢，台湾的大人物之中属猪的呢就只有蒋家了呀。那这个预测呢，在东海大学的校园里啊，当时不胫而走，最后就传到了校长的耳朵中，就连校长呢都被吓得一愣一愣的。而这个校长当时还是这个蒋家总统府国策顾问。没有想到1975年的4月呢，蒋家果然有人逝世了。倪海厦的预测竟然如此应验，从此呢，高人倪海厦的名称呢便在教育界不胫而走，名声鹤起。在1976年呢，倪海厦的大学毕业后呢，入伍服役，被分配到了马祖。一天呢，一位士兵感冒且肠胃不适嘛，倪海厦就为他施展针灸，果然呢立竿见影，病痛全消。从此呢，军营里面的同事都称他为神医。随后呢，他被调到了军医部。那倪海厦呢就开始用针灸为士兵们治疗，真正到了针到病除的那种地步。而且呢，他还被当时的士兵分为马祖神医。当时的台湾媒体呢，很快也闻风而至呢，扛着摄像机赶到马祖进行了一次现场直播。在马祖服役的2年期间呢，倪海厦不仅行医救人，还常常为军中的官员看相，很多事情都奇准，许多的官员呢都纷纷的前来拜访。年仅24岁的倪海厦呢，在军中通过命理学呢建立了广泛的人脉。服役2年结束之后呢，倪海厦回到台湾，正式成为了一名命理和风水先生，同时呢兼顾中医。他给客人的印象就是铁口直断，所言呢无有不中，而且收费不菲。那倪海厦最初的定价呢是每人3000台币，这个费用大约就是当时台湾人的月收入。那后来呢，由于求诊者众多呢，看相的客人呢也络绎不绝，所以他将价格居然提高到了5000台币，但仍旧是门庭若市，求者不绝。倪海厦为何算得如此精准呢？这就要从他所强调的相与神开始说起了。倪海厦就认为呢，相呢就是瞬息万变的表象，而真正关键呢是要抓住它背后的神，才能够洞悉相所代表的真正含义。他强调呢，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神了，也就是《易经》里面所说的阴阳不测之谓神。那个神呢，他认为就是事物的本质的一个玄机，只要掌握了这个神，其他的一切呢都会迎刃而解。倪海厦曾经以国旗为例呢，解释相的精髓。他说韩国国旗呢本应有8卦，却只有4卦，被他解读为半壁江山之象。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分为了南韩和北朝鲜。那日本的国旗呢如日中天，他认为呢，这就解释了日本在2战之后呢，即便是受到了原子弹的打击，仍然能够迅速的崛起，成为了亚洲经济强国的原因，因为它的日是在中间嘛。而倪海厦在1980年代说这些话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大陆才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所以日本和亚洲的4小龙呢是当时亚洲经济的舞台的主角。他就表示呢，这是相的精髓，看到表象之后呢，就必须洞察其背后蕴含的神。在众多的命理方法之中呢，倪海厦尤其推崇紫微斗数，但他认为呢，紫微斗数也有其局限，则要通过手相和面相来弥补不足。紫微斗数是命理学中极为精准的一种预测术，其方法归纳起来呢并不复杂，既是用人的出生年月日以及生辰干支呢，按照12地支的顺序排布出12宫，建立这个人的命盘，再将星辰安置到各个宫中，最后呢根据这个命盘来解读他的命理。由于安放星宿首先要确定紫微星的位置，故而得名紫微斗数。也有说法是这个术呢是吕洞宾传授给这个陈抟的。在1980年代呢，倪海厦已经积累够了足够的资产，于是他们举家呢就移民到了美国，并在那里呢获得了中医师执照，正式踏上了行医之路。然而倪海厦心中呢始终是牵绊着毕生所学需要传承下去，所以8年之后呢，他再次回到台湾，开设了学习班，专门呢传授命理、风水、易经的知识，以及他所领悟的相与神的奥义。在1994年呢，他将这些讲稿呢整理成书，发表了著名的天纪系列。而倪海厦解释就说这套教学呢主要就讲述了他从道家的文化中领悟到的天的纪律，即上天为人间制定的规则。那倪海厦为什么急于出书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深知自己的大限将至，寿命呢不会太长，因此呢必须尽快将自己的领悟呢留给世人。那根据紫微斗数和面相的判断呢，倪海厦曾说到自己会在59岁那一年呢将遭遇一大劫，而且他说大限与小限相合呢，他难以逃过此劫，言下之意就是他只能活到59。那他为什么59岁就遭遇此大劫呢？我个人觉得是不是与他之前就是给人家看命理的时候他收受费用有关呢？
之前宇哥也认识一个朋友啊，因为他说他的邻居呢也是在做这一方面的，而且呢也是挺准的，来找他的人呢也是排着长龙，也是收费。结果这个就是做命理这方面的这个人呢，他钱是赚了很多，他们家人的寿命都很短。我就猜想了，是不是与这个有关？那在1994年呢，倪海厦就被诊断出患了喉癌，医院呢预计他只能再活3年。然而他凭借自己研发的中药的方子呢，竟奇迹般的维持着健康的身体，而他的工作和生活呢丝毫未受影响。白天呢他也继续看诊，晚上呢则潜心的学习和写作，毫不浪费1分1秒。那对于倪海厦而言呢，生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游戏，他深知天命有时，更感知呢使命在肩，还要将毕生所学的道家文化的精髓呢化为文字流传后世，让世人领略其中先祖的智慧和辉煌。所以在1995年呢，倪海厦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开设了一家名为汉唐中医医院的诊所。在此之前呢，尽管移民美国多年了，但他始终呢未能真正的打开局面。其实早在1992年呢，倪海厦就曾为此呢卜了一卦，卦象为泽地萃，那上卦为兑，对应的自然物中的湖泊沼泽，下卦为坤，对应着大地之下。那这一卦的直观的解读便是水呢在大地上汇聚成湖泊，滋养万物嘛，造福于民。而倪海厦呢将其解读为他可以在美国开设中医馆，将中医馆发扬光大，造福一方，普度众生嘛。那汉唐中医馆开业不久之后呢，倪海厦便收治了许多疑难杂症的患者，甚至呢成功治愈了一个癌症晚期的患者。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呢，他在佛州的名声就鹤起。那随着病人越来越多呢，他便接触到了更多的罕见的病症，包括自体免疫性的疾病红斑狼疮类风湿以及各式的癌症。这些呢都被他治愈好转的患者呢，纷纷向当地的健康部门就是请愿的，要求将中医纳入正规的医疗体系。而且倪海厦的成就呢，也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在2000年呢，他被佛罗里达州州长任命为佛州针灸委员会副主席。在任期间呢，他一直致力于推动拉斯维加斯针灸法案，为中医在美国的发展呢开疆扩土。在2004年呢，心系传承的倪海厦呢就回到了台湾，开办了中医学习班，开始将他毕生所学的这个医术呢倾囊相授。而学生们呢并非纸上谈兵，而是直接呢参与疑难杂症的治愈，亲身面对红斑狼疮、类风湿、癌症等重症。在实战之中呢，中医治愈这些疾病居然有奇效，大大增加了他们对中医的信心。在05年的时候呢，倪海厦将这些中医学习班的讲义呢整理成书，正式发表了人际系列。所谓的人际呢，即是人间的法则与规律，其主要内容呢就是对易经、黄帝内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古代的经典解读，以及它在当代的具体应用。而倪海厦的工作呢就如同拼命三郎，他每天呢只睡3到4个小时，遇到一些疑难杂症呢，会在睡觉之前呢将笔纸放在他的床头上。于是呢，他就开始向这个张仲景、华佗等仙师祈祷，祈求灵感，然后呢倒头就睡。那在梦中呢，也许获得一些灵感，他就会立刻起来呢，然后记在纸上。然而这一代宗师倪海厦呢，一直与时间赛跑，但终究呢还是迎来了终点了。在2012年的1月29日呢，倪海厦在睡梦之中陷入了昏迷，送医抢救3天后呢，与世长辞。他离世时呢，刚好59岁。那这个年纪呢，恰恰就印证了他当年为自己所算的这个大限。大限与小限相合呢，难逃一劫。而命运的齿轮呢，最终还是吻合了他自己的预言。倪海厦去世之后呢，并未举行公开的遗体告别的葬礼，仅仅举办了一场音乐的追思会。因此呢，坊间一直有传言说他是否施展了道家的师解之法，也就是说，传言说他隐遁到他处专心写作去了。然而10年时光的流逝呢，倪海厦呢再无踪影。所谓的师解之说呢，也就是说没有成立嘛。那一代宗师就此撒手人寰，他用生命演绎了中医的博大精深，也用道家的智慧呢演绎出了玄奥莫测。那他留下的著作与精神将继续照亮后人呢继续探索医道与天机的道路。所以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